无畏曲折迷离，K 姐一起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人们在世界各地的考古活动中，都曾发现过大量的长头人骨，它们的总体形态特征和我们印象中古人类的样子大不相同。有科学家发现，在一些原始土著民族中，有着将头骨长期固定塑形，以达到把头骨拉长的目的。他们相信那是身份的象征。可为何长形的头就象征着更高的等级、更高的身份呢？与此同时，在一些远古壁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长着长形头骨的人物形象，而这些形象大多都与那些远古文明所信奉的神有关。直到科学家们对头骨做了 DNA 检测之后，更惊人的发现才浮出水面。那他们到底是人类吗？1962年，在中国的吉林省，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被称为后套木嘎遗址。在这里，有25具拥有长形头骨的人类遗骸被发现。经过放射性测定年代技术显示，这当中最早的人骨距今约有12000年的历史，最晚的距今也有5000多年，这两者的跨度达到了7000年之久。研究人员表示，之所以说这些人类骸骨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的头骨都被人为的拉长到了超出一般智人的正常范围。这是我们现在已知的最古老的人为对头骨塑形的例子。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将普通人的头硬生生的拉长呢？是否是为了模仿一个拥有长形头骨的先进种族呢？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头骨并不只是在中国独有，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包括美洲、亚欧大陆、非洲等等。当我们回看历史时，就会发现，除了中国，在埃及、中美洲等地的历史记录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有着长头的生物。例如在埃及，他们将埃及法老和皇后都画成拥有着长长的头的高大的人物，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有着长形头骨的生物其实具有非常神秘的力量，他们能够做一些人类无法做到的事情，例如能够非常迅速地治愈他人的身体，或是可以看到未来和过去。他们是从遥远的星球来到地球，为人类带来知识和技能的。有人认为，如果这些古国的传说属实，那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而是创造人类、为智人撑起保护伞的更高级的生物。让我们再来看看地球的另一端，一个神秘的遗迹也许为这个大胆的猜想提供了证据。在马耳他，这个位于地中海中部的由多个小岛组成的岛国，素有欧洲后花园之称。考古学家在这些岛屿的中心地带发现了世界上唯一已知的史前地下神庙——哈尔萨夫涅尼地下宫殿。20世纪初，在挖掘地下宫殿时，考古学家在33个房间内部发现了大约11000具骸骨，这些骸骨都被随意地散落堆叠在地上，就像有一个巨大的潮汐席卷过后留下的一大批遇难者。而在这些七零八落的骸骨当中，考古学家发现当中有数以千计的头骨比其余的长了很多。研究学者认为，这些不同的头骨代表的是一个与其他成千上万的头骨不同的精英群体，也许他们就是负责建造马耳他岛上那些不同寻常的巨石遗迹的人。当然，还没有人可以肯定这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和我们现代的人类有着很不同的外表。他们是谁，又来自哪里呢？根据马耳他人的书面记录和口口相传，他们认为我们人类来自于宇宙之外，在宇宙的深处有着其他人类的存在，他们有着长长的头骨，还有着高于地球人类的智慧和能力。此外，他们还会在不同的时期来到我们身边，特别是在我们面临一些挑战和危机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并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那这些头骨真的是属于来自地球之外的生物吗？有人说，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做个 DNA 检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2017年2月，研究学者乔治奥·苏卡洛斯在纽约大学见到了艺术收藏家贾里德·柯林斯。这位收藏家为了做深入的研究，他有幸向博物馆借到了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长形头骨。这个头骨是在秘鲁的帕拉卡斯地区发现的，它保存得十分完好，已经在博物馆存放了几十年之久。然而，人们却从来都没有对它做过 DNA 方面的检测，因此对它的信息掌握得很少。在这一天，贾里德和乔治奥请到了纽约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托德博士，为这个长形头骨进行法医评估。在第一眼见到这个头骨时，托德的脑子里只有一个词，那就是怪异。他说，看见这个头骨，他实在是想不出别的词来形容了。在仔细检查了这个头骨后，经验丰富的托德博士表示，这个头骨最奇怪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矢状缝看起来是完全融合的，从表面上甚至看不到一点点的痕迹。在这里我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矢状缝矢状缝是人类头骨左右两边顶骨之间的缝隙，它位于左右顶骨之间。虽然矢状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浅，然而绝对不可能消失，因为它是人类头骨的一个重要特征。有人说，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头骨是软的，如果在那个时候将他们的头紧紧包住，是否能够使左右顶骨融合，使矢状缝消失呢？科学家的答案是不能。原因是在这个长形头骨被发现的秘鲁帕拉卡斯地区，早在当年西班牙侵略者到达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了很多年轻的男孩，他们的头都很长。西班牙人就询问，这是怎么形成的呢？原土著民表示，是这些孩子刚刚离开母亲的时候，就压迫他们的头骨，使他们越来越长。直到今天，当地的土著人还在用着同样的方式将人的头骨人为的拉长。尽管是这样，他们的头骨仍然能够看到颅骨矢状缝的痕迹。此外，这个长形头骨的枕骨上的大孔，也就是头部连接脊柱的那个孔，和正常人类头骨相比整整往后退了1英寸，也就是2.5厘米。研究人员猜测说，也许是为了要保持身体的平衡，所以枕骨大孔的位置才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地向后移动了很多。但是科学家们表示，这个枕骨的大孔向后移动了整整1英寸的这种改变绝对不可能通过头部的捆绑方式或者是其他的人工方式在成长过程中就能够完成的，而只能通过遗传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难道我们看到的这个长形头骨完全是另一个物种吗？托德博士在检查过长形头骨后，又从其中的一颗牙齿上提取了一些骨粉，以便获取 DNA 数据来了解它的性别和父母血统方面的信息。2个月后，终于得到答案的托德教授打电话给了调查员乔治奥。他说，这个长形头骨的遗传 DNA 十分的特殊。虽然这个头骨是在南美秘鲁发现的，但在美洲原住民当中并没有发现相同的 DNA， 它的 DNA 的一部分反而是来自于欧洲和中东地区。更奇怪的是，它的还有一部分 DNA 与几千里之外的苏格兰人100%的吻合。除此之外，秘鲁发现的几乎所有的长形头骨都显示他们活着的时候有着非常丰富的深红色的头发，而这并不是美洲土著的样貌特征。多数人认为这是欧洲的爱尔兰人或是苏格兰人的特征。这意味着欧洲人可能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1500年之前就已经到达了南美洲。这可真是一个颠覆历史的发现呐！托德博士还惊喜地发现，他提取的样本当中的 Y 染色体，在整个地球上的灵长类动物以及其他生物中都找不到。
换句话说，它们的基因的一部分根本就不属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物种。因此，托德博士并不能确定这个长形头骨的性别，也无法知道他的父亲来自哪里。那他到底是谁呢？研究人员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类人生物，与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都大不相同。难道是地球的智人与外星生物的混合物种吗？根据马耳他人的说法，这些有着长形头骨的神从一个星球来到另一个星球，引导我们度过一个个难关。他们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也是知识的守护者。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各地有人用人为的方式拉长头骨，以显示自己更高的地位。就如同在吉林后套木嘎的考古学家认为的那样，在1万多年前，人们为了展示对更高级的神灵的崇拜，而刻意将自己的外表人为的改变得更像我们崇拜的神。然而，我们无法否认，在众多出土的长形头骨当中，有一部分并不是完全的人类。就如同纽约大学的托德博士所说的那样，这些貌似外星人的头骨上，一没有矢状缝，二它的 Y 染色体在整个地球上的基因库中根本就找不到。结合科学的结果以及古代的壁画，这是否说明在远古时期有着类似人类但又不完全是人类的生物曾在地球上行走呢？我不敢下结论，而且还有太多的疑问等着我们去解答。其实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会颠覆一些我们固有的认知。信也好，不信也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只要永远带着敬畏和好奇之心，真相才会离我们越来越近。